沈阳航空所发明的机载垂发装置首度公开，空天五库机真要来了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航空工业沈阳所去年所取得专利的一项全新设计发明被曝光了。网友称，中国将有可能研制出五库机。这个所谓机载内埋式的垂发装置，很像是把军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给搬到了飞机上。它用了2组并列布置，每组12连装的方案。按照沈阳所自己的说法，这种新的垂发系统可以装填导弹，让飞机能够在传统的前向攻击能力之外，增加了更多方向的攻击能力，从而提升了战机在空战中的作战效能。摘要显示，这个发明专利涉及了一系列的技术，这包括机载内埋式垂直发射装置，垂直发射井的末端设置有导弹发射口盖，发射导弹时口盖打开，导弹发射出去之后又重新覆盖在机体的表面，从而减少阻力和雷达反射界面。那么导弹发射的时候，从描述上看，采用的是热发射，因此必须要有一套燃气排放装置。当然，排气管道的末端当然要设置排烟口，这会排烟口呢，也要用相应的盖板把它封住，需要的时候打开，不需要的时候把它关上。隔热箱体呢是安装在机体中间的，用于容纳上述的这些安装架呀、垂发井啊、垂直发射装置啊，以及燃气排放管道。它的发射控制装置非常关键，它要控制这些不同类型的导弹的发射。那么这些导弹到底是向上发射还是向下发射，本专利呢没有明确，但是光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和过去发射导弹或者携带导弹的方案呢出现了很大的差别。以前的导弹都是挂在翼下的，或者是在机腹底下的，顺气流方向安装。发射导弹的时候呢，采取2种方式：一个导弹滑轨上直接点燃发动机让它射出，或者呢是将导弹投下，投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呢，发动机点火向前飞行。那么进入隐身时代以后呢，大部分的隐身战机啊都需要把这些导弹呢放在弹舱内啊，以改善它的隐身性能，当然也有助于减小飞行阻力。那么弹舱内的发射相对来讲要比翼下挂载的发射复杂得多。首先必须要把这个弹从弹舱内投放出去，才能够点火攻击，那么这是相当复杂的一个过程。现在沈阳飞机设计所提出的这个方案确实跟过去的发射方式不一样了，导弹发射的过程不是顺气流方向，而是垂直于来流方向。那么它在发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是必须认真研究和实验的。从垂直发射井发射出来以后，它既可以攻击前方的目标，也可以攻击侧向的目标，甚至还能打击尾追的后向目标。这样的灵活性可以说要比现代战斗机这种携带弹药的方式呢更灵活。但是呢，除了发射过程中的控制以外，还有几个问题必须解决，就是这个发射井你不能太大了，不能像军舰的发射井那么大，那么你就必须搞得相对来讲比较薄。那么由于它高度不够，那么携带的导弹的弹体就必须做的比较小，要比一般的空空导弹短得多、细得多、轻得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携带这种小导弹干什么用？那最好的一个办法是干嘛呢？自我保护，用它拦截敌方的来袭导弹，无论是地对空导弹还是空对空导弹，我用这种机载的小导弹对它进行精确拦截。但是导弹体太小，导引头的设置也是比较困难的，你就必须解决高精度的导引装置的问题。好在我们国家现在开发了一系列的适用于无人机的轻小型弹药，那么在这些基础上，我们把它改成适用于自卫空战的小导弹，这个对我们国家来讲应该说还是能做到的。那么再一个问题，弹体太小，它的作战威力可能就不够了。如果你拦截敌方的导弹，用什么办法？爆炸式吗？你崩出的弹片数量太少，可能不一定能够起到拦截作用，因此很可能需要它
进一步提高拦截精度，用动能撞击的方式直接和敌方拦袭导弹同归于尽。当然，也有些网友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出来，能不能倾斜发射？这样的话，我导弹就可以做得比较大一点，尽管它也会受到外界气流的影响，但是只要控制好，问题不大。当然，也有些网友提出来向下发射，向下发射利用它重量下去，那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然后向上发射以后再点火，四面开花，应该说也能达到目的。当然，如果它能变角度发射，可能会更好。但关键，战斗机有没有这么大的空间来设置这样的机载垂发系统？那么，如果战斗机不行，轰炸机行不行呢？或者是用改型的运输机来执行相应的任务，行不行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值得期盼。因为运输机的货舱直径比较大，如果把它改成能够采用垂发方式向敌人的目标发射导弹的方案，就有可能诞生新的武器系统，尤其是超远距空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轰炸机、运输机不仅有了自卫的手段，甚至他们还可能拥有比战斗机所携带的空导弹射程更远的超视距空战武器。这么一个很有新意的发明创造，什么时候能够实用化，能够装在什么样的平台上使用，这个呢还需要我们不断的论证和研究。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